茶是上天恩赐的健康饮料，自古就有万病之药的美誉。那你知道怎么喝？喝什么茶能安神、能明目、能护胃、去油腻、瘦身吗？胡乃文开讲了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早上喝绿茶，醒脑精神好。绿茶是一个没有经过发酵的茶啊，它属于茶中之阳。绿茶里头的天然物质啊，能够帮助脾胃将营养输送到全身去，养心醒脑，五脏健康运作，使人精力旺盛。长时间在电脑前面忙碌的上班族啦、学生啦，或者其他的人啊，常常头昏脑胀、眼睛干涩，平常就可以喝一个绿茶，减缓疲劳，使你的精神能够集中，让眼睛恢复明亮，甚至常喝绿茶还可以清除脸上的油腻，收缩毛孔，减缓皮肤老化。绿茶呢，它的性子是比较寒的，所以要注意，空腹吃容易凉胃，容易泻肚子。我自己就曾经吃绿茶而泻肚子过。绿茶还有一个用现代的眼光来看，它是有抗凝血的作用。因此呢，假如平常你有吃这个抗凝血剂的，来防止什么血栓啦，或者是刚开过刀伤口不容易合口的这种人呢，你就要避免吃绿茶。下午喝乌龙茶，神清气爽。有的时候上班太忙了，中午吃了便当啊，鸡腿排骨控霸崩，好香哦，好好吃哦。但吃完了以后就是油腻腻的，胃里头胀胀的，消化不良。这个时候喝一个乌龙茶，能够帮助脾胃消化，不只是整个人神清气爽，假如长时间养成习惯，还可以防病治病、养生长寿。唐朝有一本书叫做《本草拾遗》，这一本书呢是陈长器先生所写的。他说酒食令人瘦，去人脂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常常喝这个茶的话呢，可以令人瘦，能够让人变瘦，而且去人脂就是去人的脂肪。古人认为茶叶之所以能够减肥，就是因为它能够荡涤肠胃的一切垢腻。所谓垢腻，就是像痰啊、像这个脂肪啊、像油啊这一类东西，都叫做垢腻，所以它可以帮你把这个排除。尤其准备一些放在办公室里头自己喝，当到了 coffee break 的时候，泡给同事们喝一下，放松一下，说不定想半天想不到的 idea， 嘿，灵感突然来了。荷叶乌龙茶可以美参，这是美参茶。荷叶干的就到药房去买干的荷叶5公克，乌龙茶5公克，将这个荷叶撕成小片，跟乌龙茶一起用纱布包起来，然后开水冲泡就可以喝了。你知道荷叶很多的减肥的方子里头都有荷叶，而且呢还有把这个身体的热凉下来的，也多半都有这个荷叶。那荷叶乌龙茶呢，它可以干嘛？可以去油解腻、减脂降压。乌龙茶它可以促进脂肪的分解，使它不被身体吸收，就直接排出体外了，减少糖类和脂肪这些食物的吸收，降低血里头的胆固醇含量。下班回到家，眼睛觉得很疲累，很干干涩涩的，这个时候泡一杯普洱茶，安定心神，让身心彻底的放松。然后呢，泡完了的这个普洱茶的茶渣子趁热敷到眼睛，敷个几分钟，长期的这样做能够明目，尤其是长期面对电脑的这种上班族这一招很有效。好像现在没有一个上班族不面对电脑的，对不对？这一招很有用晚上喝普洱茶护胃，安定心神。普洱茶有长寿茶的美称，又可以说是可以喝的古董。陈年的普洱茶放得越久，它的发酵时间越长，它里头的咖啡因的作用呢就越弱，因此呢喝了以后不会令人兴奋，反而使人能够安然入睡。而普洱茶又有补气固精的作用，热饮不但可以使得肠胃舒适，还可以治疗频尿。普洱茶是所有茶叶中含茶多酚最多的一种茶叶，能够锁住肌肤的水分，能够阻绝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，能够美白肌肤，还可以除斑。茶渣来做枕头，绿茶渣把它这水滤掉，然后晾晒干了以后，用透气的棉布把它缝成茶枕头。由于茶叶特别的清香，可这个驱除异味的功能，使得那些长期失眠、头晕目眩、头痛的症状能有改善。
冬天天冷的时候容易手脚冰冷，喝个热热的红茶能增加身体的抗寒能力，胃暖，全身暖乎乎。平常拜访客户的时候，带一杯给对方，很真诚地跟他分享说：“哎，胡医师说的哦，红茶甘温，能够养阳气，能够生热暖腹，可以增强抗寒能力，还可以帮助胃肠消化，促进食欲，利尿消水肿，还能够有效预防骨质疏松。因为红茶含有锰，它是骨骼结构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。”不过要注意啊，喝茶一定不要在喝酒之后喝茶。酒后喝茶的话呢，会引起膀胱经、肾经的问题，可能会患我们中医讲的叫三甲水肿。什么叫三甲水肿呢？疝就是疝气，甲呢就是一种肿瘤之类的，然后还会水肿。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呢，在喝茶的时候，有一个胖胖的女人到我们茶局来了。她一来的时候呢，我一看她的看她的脸色啊，我就说：“哎呀，你的肾脏不太好啊。”然后呢，这个女人马上就跟我讲，她说：“真的，我是肾脏不好。”我说：“你是不是经常的在空腹的时候喝茶？”对，空心喝茶。我们中医古时候的说法是，这个茶呢能够自入膀胱。什么叫自入膀胱？就侵染到膀胱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得了所谓的肾脏病，就这个意思啊。空腹千万别喝茶，这样子会让人肾脏出毛病，人也容易水肿。奶茶，哎，这个奶茶可不是我们现在在外头买的那个手摇杯啦，或者什么那种奶茶啊。这个奶茶可以干嘛？可以消水肿、补气。自己做很简单，它就是红茶3公克，牛奶100公克，盐2公克。注意是盐，不是糖，就跟我们一般吃的不太一样。把红茶呀倒在锅子里头，加热以后呢，煮差不多5分钟左右。然后呢，把红茶叶、红茶的那个渣子过滤掉。然后另外在一个锅里头煮牛奶，牛奶煮到差不多沸腾的时候，加入红茶，再加上一点点食盐，就是这个盐巴啊，进行搅拌就可以喝了。常常喝可以达到养胃补气、补充精气血的作用。茶的起源啊，这很有意思啊。民间流传说，神农尝百草，日遇72毒，得茶而解之。古时候的书里头，有的时候这个字会写错，有的书上你会读到是日遇72毒，得荼而解之，就是茶上面还多了一画的这个字啊。那么有许多人问我，哎，胡医师啊，吃中药到底能不能配茶？其实是不行的，一般吃中药是不能配茶的，其实吃西药也不能配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茶呢，它可以解药。所以刚才讲神农尝百草，一天遇到72毒，每一个毒都是用茶来解，表示说茶可以解毒。茶能解毒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你吃所谓的72毒，意思就是说那个所有的中药它都有偏性，例如这个药它偏寒，那个药偏热，那个药偏补，那个药偏泻等等，这些要是长期吃的话，都叫做毒啊。所以呢，喝茶就能够把这个偏性给解掉，因此呢，它有解药毒的作用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吃药不就是要那个毒性来治病吗？所以呢，你吃中药是不应该配茶的。其实吃西药也不能配茶，为什么？因为茶它里头含有的所谓的单宁酸等等各种化学成分，它可以把西药的成分也一样的把它给抓走，结果呢，西药的效果也变不好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中药处方里头有一个处方，偏偏要用茶来配才好，这就是什么？就是治头痛用的川穹茶调散。川穹茶调散还非要用茶来醒，帮助醒头目，非常有趣啊。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哈，泡茶的水啊，它是很重要的。可是我们一般人都以为泡茶不就是泡茶吗？拿自来水哎煮一煮就泡茶了，其实不对啊。古人讲究这个泡茶要用什么样的水，像是用什么山泉水啦，用初级水啦，或者用春季第一次下的雨的雨水啦等等啊。那我讲个故事，王安石啊，他生病了。皇帝呢赏赐他一种茶，叫做阳羡茶，让他拿来养病。那趁着苏东坡要回四川的时候呢，请苏东坡带一点葵霞中段的水，他跟他讲，一定要葵霞中段的水哦。好，
苏东坡啊，他回去四川回来的时候呢，坐船顺三峡下来，经过夔峡的时候，没想到在中段的时候呢睡着了，到了下段的时候醒来了，一想哇糟糕，这一下子我已经过了这个时间，怎么办呢？他不管，就舀点这个下峡的水啊，下段的水，把它给带了回来。带回来以后呢，送给了王安石。王安石呢拿来这样子一泡茶，他说：“嗨，这个茶。”不对，就把苏东坡找来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水啊，不是中峡的水，是下峡的水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下峡的水呢，它泡这个茶哈就泡不开；上峡的水呢，会泡得太过开，中峡的水才能够吃。所以由此可见，水是蛮重要的。以后我们也许花个时间专门讲中医用的水啊。例如在《本草纲目》里头记载的中医用的水有多少水呢？43种，有天水、地水等等。以后我们再来。假如说有机会，我们来谈谈喝茶的好处很多，但要适量啊，一天1000到1500 CC 大概就够了。还有呢，茶尽量不要在睡前喝，而且不要喝隔夜茶，不然呢，不但没有养生，还伤了身体，那就不好了。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节目吗？如果喜欢，请记得按订阅，并且加上小铃铛哦。另外，我的脸书胡乃文开讲，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推荐给大家，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